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，哎，再加一个猴子，十足是人齐了。对，没错，这是第一次买 CD 厂的再版蜘蛛侠，没有中奖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我就不能明白了，一个内狗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想看这个人比想看2099加那个格温的人都多。不过它的包装盒确实不错，你看，它就连这个折页里面呢也是有这一个图案延伸过来了，没有背景板，没有说明书，但是盒子里面呢是有图案的。然后呢，底下还有一个这个是支架。内容物呢，也就是蜘蛛侠给我的标配呢，它都有，然后给了你2个真人头，一个真人头的替换脖子。和系数对比一下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一个数模程度绝对是非常大的呀。我是真的不能理解，一个长得像4脚八爪鱼的东西，你们是怎么感兴趣的呀？看到我恐怖谷效应都犯了，这已经是比对内狗的刻板印象还要离谱了吧？也不知道对于一个政治正确的地方，他们是怎么能够接受的。不过对于玩具本身的话，是对万代的还原度还是不错的，即便它数模程度这么严重，但奈何这一个造型本身的设计是过于逆天了。别看它这么细狗，但是重量呢竟然有着足足25克。它的荧光效果的话，是身上除了脚底板之外的所有红色以及它的眼睛是可以荧光的。这玩意的造型怎么说呢？抽象的大脑袋，还有超级抽象的大眼睛。你说这眼睛，然后它的一身战衣就是一个黑色的紧身衣嘛，然后就是浑身都是这种 V 字形的纹路，有的地方呢没有 V 字形纹路，就是像皮革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在身体和腿的外侧以及胳膊的内侧呢是有这么一个红色线条的。它这个细节呢是做的很乱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身体上的红色呢，周围呢是这个 V 字形的凸起纹路，然而腿上的呢却是这一个皮革的材质，反过来了。反正就是它这浑身衣服的细节设计呢是乱七八糟的。然后在于它胸口有一个大大的蜘蛛，这蜘蛛呢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印歪了嘛，不过你不细看的话倒是没什么问题。背面也有一个蜘蛛，不过呢基本上没有印歪。KO 嘛基本上可以缩模，而且呢它这个又长得这么瘦，你想做好还挺难的。这次呢 CD 把握的勉强还可以吧。然后呢主要就是感觉这个胯部这不太舒服呀，三角裤上面呢多了这么一块凸起，现在像是肚子堆起来了。然后就是这里有几块水口没切干净，需要自己切一下，其他的地方倒是没什么问题。而且呢关节呢也是非常紧凑的，没有像之前看到那个格温一样。无论是肩膀、胳膊肘、胯部还是这一个膝盖，这都是非常紧凑的。所以它虽然说是数模严重，但是从关节的外观以及它整体的外观上来看呢，都是没什么大病。它的可动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低头幅度一般，抬头幅度还可以，转动没问题。胳膊的平台呢能够达到100度以下，因为多了就会弹出来。然后大风车没问题。上次格温忘记说了，狐狸肩膀是幅度非常大的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除了容易脱出嘛。然后肩膀还有这一个大臂的平转没问题，曲轴是能够接近180度，手腕是特别的灵活。胸部的前倾幅度一般，后仰幅度还可以，然后转动没问题。胯部也是因为太细了嘛，就没有跟你说防穿帮，是下拉关节的，然后这样下拉过来之后呢，再侧踢是能够达到1字马的。底下因为胯太小了嘛，没有防穿帮也没什么大病。大腿根这里也是有平转关节的，然后屈膝的话是能够达到150度以上，脚腕向内向外幅度都是非常大的，脚尖也没问题。一圈把玩下来呢，我的感受就是浑身的关节的话，上半身的关节阻尼感是特别的舒服，下半身的话就是整体都是很松的，但是把持度倒是没什么问题，毕竟它太轻了嘛，想把持不住都难。配件刚才也是说了嘛，就是蜘蛛侠的标配，然后呢和格温的比起来呢，几乎是完全一致的，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真人的头雕，格温是只有这么一个常态脸。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是在黑色上面涂的红色嘛，我们可以看到那涂的相当的拉垮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2对不同的五指放松手，这2对五指张开手的区别是，这个是大张开，这个呢是一种暗地的虚暗状态。然后就是发射蛛丝的手型，以及这一个甩出去蛛丝拽住的手嘛。蜘蛛丝也是老三样，不用多赘述，之前看过的蜘蛛侠除了2099都是这3款。真人头的话，看模精细程度还可以，只不过这一个线是真的逆天呀，这个应该是横模线吧。脸呢做的也不算崩，这个是常态脸，可以看到嘴唇没有颜色。没有颜色就没有颜色吧，总比格温这个上色的嘴唇好吧，这个上色嘴唇实在是太吓人了。另外一个表情呢就是嬉皮笑脸，可以看到它呢是没有给你替换脸的，是直接给了你2个替换头。然后眼珠调节棒的话就是替换眼睛用的嘛，之前看的格温还有反章鱼蜘蛛侠呢都是有给这个，但是呢他们没有替换眼，就这个没有用呀。现在呢这一个面是终于可以用到了，因为它真的有替换眼，但是呢它这个眼可以看到是做的相当的突出的，你压根用不到，因为其他蜘蛛侠都是眼睛是凹里面的嘛，它这个是朝外的，直接一抠就能抠下来了，也用不到。然后这就是它唯一的一对替换眼，可以看到呢是大的更加的瘆人了，以前已经是很大了，这个直接占了超过一半的脸了，真的是吓死个人，你们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啊？然后这个真人头替换脖子的话，装上是特别松的，一碰就掉的那种，而且呢这个缝隙还特别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个 CD 厂5月份再版迈尔4的情况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要不是因为它素质确实是不错，都不用修，所以说呢勉强可以买吧。
毕竟这造型实在是太畸形了，能让人犯恐怖谷。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内购嘛，所以说呢，要不是素质好，我都找不到买它的理由了。而且怎么说呢，总感觉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，有点意思呀。所以如果开头有人问我白龙马在哪里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可以回答，这里就有了。不得不说，身材真的是一模一样。